最近又有个小事件，就是小米新推出的12S Ultra 在影像能力上居然不如它的前辈11 Ultra。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估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有这种好奇啊。那今天就拿它俩对比一下。那节目开头呢，还是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在影像方面12S Ultra 会赢11 Ultra 吗？如果你觉得会赢，打1；如果你觉得很悬，打2。之所以有这期节目，主要是为了解决开头的疑问。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我是又抢不着华为，又抢不着苹果。那如果抢到他们呢，那这期节目肯定就要聊他们了。我们的手机都是自己购买的，那买不着怎么上节目呀？不过肯定要买着，早晚得买着。他们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节目里，会有详细的介绍以及各种对比。关注我，您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那说回这次的主角，前两天一个机构给12S Ultra 的影像评分居然还没有11 Ultra 高。这就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啊！于是我就想亲自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到底谁行谁不行。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每期我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放在各种测试之前，拍得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的，还是那句话，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就来看看12S Ultra 跟11 Ultra 他们在影像方面到底谁行谁不行。12S Ultra 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5倍的长焦，11 Ultra 也是这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5倍的长焦。那它们在后摄配置上是很对等的。在拍摄界面中，12S Ultra 也是3个焦段切换按钮，11 Ultra 也是这3个焦段切换按钮，都是主摄超广角还有5倍的长焦。那么唯一的区别呢，就是12S Ultra 在界面里可以选徕卡的风格以及徕卡的滤镜。那这点呢，我相信关注数码影像的朋友已经都了解了，毕竟我们对12S Ultra 已经有很多节目在介绍了。那现在看到的就是12S Ultra 各种徕卡设置以及徕卡滤镜和11 Ultra 的默认设置的对比。不过老实说，12S Ultra 不管是徕卡的风格、徕卡的色彩，跟我用过的徕卡相机都不一样啊！不管是 M 系列还是 Q 系列，还是 SL 还是老的数码后背，那么这些产品呢，只要出一个新型号，徕卡的色彩准变。就算是同样的产品，升级个固件，色彩都变。这我也不知道现在12S Ultra 的色彩到底跟谁是一样的。不过呢，12S Ultra 的色彩到底跟哪个相机一样，这个无所谓。关键是它给用户提供了很多新的选择，提供了很多玩法。那这点呢，比11 Ultra 是要强的。OK， 那咱们聊完了前面的成像风格啊，咱们该聊手机影像了。那么手机后摄这么多颗镜头，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硬件参数上说，两台主摄最大的区别就是感光器的大小了。12S Ultra 这边是1英寸的感光器，非常大啊。那当年11 Ultra 的1.12英寸已经不算什么了。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成像风格都挺好看的。现在看11 Ultra 的成像风格也是不错的。那12S Ultra 这边我用的是徕卡经典模式，颜色更深沉一些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那中清解析力方面，你们有没有觉得11 Ultra 的细节更丰富呢？那边角画质方面，也就是镜组的光路设计水平方面，确实是12S Ultra 更好啊，好很多。那镜片光路设计水平如此之好的12S Ultra， 为什么中心画质却没有11 Ultra 好呢？难道是硬件和算法的原因？
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吧，成像风格方面两边确实还都不错啊，12 Ultra 更深沉一些。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11 Ultra 的细节更丰富啊，这个真不太好。那边角画质方面依然是12S Ultra 的镜组光学设计水平更高啊，它的边角画质把控得更好。那再看高清模式的表现吧，两台主摄都是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啊，在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12S Ultra 在解析力方面终于超过了11 Ultra。那为了稳妥，再比一组主摄的高清模式，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看着是12S Ultra 的细节更多一些啊，一些些。那看来前面普通模式12S Ultra 的不理想，可能应该是算法的问题。那再看超广角镜头，硬件参数上可以说是相当一致啊，但是等效焦段上12S Ultra 官方给的是13毫米，后来我给改成12.5的。那11 Ultra 呢，它是等效12毫米的，视角非常宽广。从实拍样片上看，12S Ultra 这边的色彩还是很沉稳，11 Ultra 那边非常的亮堂啊，两边都不错。视角差距确实微乎其微啊。从视角差距图上看，这个红边就是 12S Ultra 拍不到的范围，那确实是就差个 0.5。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的水平差不多啊。12S Ultra 暗部细节少一些，这是它的成像风格导致的，它愿意这样，它自己愿意。那11 Ultra 那边的噪点稍微多一些，两边在光学素质方面半斤八两吧。边角画质方面，12S Ultra 的更好一点点啊。那看来12S Ultra 超广角确实用了更贵的镜片。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12S Ultra 色彩方面还是更扎实一些啊。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由于暗部细节的问题，11 Ultra 看着好像更强一些。那边角画质方面，依然是12S Ultra 的更好啊。这个说明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12S Ultra 的镜片镜组肯定成本是更高的。两台超广角也都是有高清模式的48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我对比了很多组啊，都是12S Ultra 的更优秀啊。11 Ultra 那边噪点比较多，尤其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那这两台手机都有微距模式，开启的方式也都一样。了解小米手机的朋友都知道啊，我这里就不放截图了。他们都是不擅长拍摄微距的手机。那么有一句俏皮话叫豁牙子吃肥肉，肥也别说肥啊，就是谁也别说谁的意思。再看长焦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两边的长焦镜头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看内功吧，什么算法呀、镜组啊、光路设计啊，咱们从样片说话吧。长焦的对比，咱们先从2倍开始对比吧。2倍还是挺关键的，虽然说他们都没有2倍镜头，他们都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在解析力方面，12S Ultra 的更好是吧？没错吧？再看一组2倍焦段的对比啊，注意啊，他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他们都没有2倍镜头。在解析力方面，还是12S Ultra 的更好。下面看5倍焦段的对比啊，现在都是5倍的光学镜头了。在解析力方面，11 Ultra 的好像更好啊，它保留了噪点。那12S Ultra 那边是不是因为降噪比较猛，把一些细节给抹去了呢？再看一组5倍的对比啊，在解析力方面，这回看着两边差不多啊。那下面咱们看高清模式了，5倍焦段的高清模式都是48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12S Ultra 的更好啊，明显更好。再看一组5倍高清模式的对比，解析力方面依然还是12S Ultra 的高清模式更优秀。这还没完，咱们再比一组10倍的啊，10倍他们都是靠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解析力方面，12S Ultra 稍微好一点。再看人像模式拍摄的对比，拍摄方式呢，就是我摁下快门的一瞬间，我嗖的一下跑过去完成拍摄啊。由于速度非常快，拍不到我的残影。从实拍效果上看，我有的时候会喜欢12S Ultra 这边，有时候喜欢11这边。虽然说风格差距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两边拍的都还不错。再看直出扩张度的对比啊，先看第一个场景，先看主摄，两边的表现都还不错，暗部、亮部细节都挺丰富的。但是暗部细节要是能在保留细节的同时再暗一些就好了。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水平都挺高啊。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11 Ultra 更好啊，尤其是暗部细节的刻画更好一些。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很相近，暗部细节也是11 Ultra 的更好。虽然说暗部细节是12S Ultra 的更多，但是整体的观感上还是11 Ultra 的好。再换场景啊，这个场景的压力慢慢大了起来了。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12S Ultra 的更优秀。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一样，亮部细节也是12S Ultra 的好。场景压力进一步加大啊，这个场景
亮部细节看着差不多，但实际上是 12S Ultra 更好，而且暗部细节也是 12S Ultra 更好。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一样，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都是 12S Ultra 好。最后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明显是 12S Ultra 优秀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暗部细节 12S Ultra 很好。夜景的对比也是很重要的，想必大家也很关心。那先看城市照明环境的对比，先看主摄啊，亮部细节方面是11 Ultra 的表现更好啊。那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也是11 Ultra 的更好。我们在比较亮的环境用的都是直出模式，并不是自动夜景，因为我很讨厌自动夜景来给我捣乱。换一个场景，还是先看主摄，亮部细节还是11 Ultra 的更好啊，这点得考考你们眼力了啊。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还是11 Ultra 的更好。本以为11 Ultra 的表现很好，但是亮度一降低就看出差距了。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暗部细节明显是 12S Ultra 更好。那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也是 12S Ultra 的更优秀。现在呢，环境光线更暗了，主摄的表现上，暗部细节还是12 Ultra 的更好啊，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从细节呈现上是11 Ultra 的更强，但只强一点点。城市照明的路上光线并不复杂，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很接近。那超广角的表现还是略微11 Ultra 稍微强一点点。那这个场景从颜色上说啊，12S Ultra 更好，11 Ultra 那边泛白了啊，偏色也比较严重。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半斤八两。好，开启夜景模式啊，因为环境光线非常的暗了，必须得打开夜景模式了。先看女流氓小象的表现，12S Ultra 更优秀啊，不信放大看就能看出来，它的细节呈现更清晰。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12S Ultra 稍微强一点点啊，这个强一点点呢，除了评测以外没别的用啊。再换一个非常暗的场景啊，在这个场景下，主摄的夜景模式表现依然是 12S Ultra 更优秀啊，它的细节呈现更清晰。超广角的表现实在是都盯不上劲了啊，那刨去颜色以外，咱就说细节呈现还是 12S Ultra 更好。祖传神助场景，两台手机的表现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放大看的话，依然是 12S Ultra 的更好。那这个场景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都拍不出什么了，超广角实在是盯不上劲了，太黑了啊！太黑的场景也没人用超广角去拍。健身器场所两台手机看起来拍的都不错啊，但是放大看的话还是没有悬念，是 12S Ultra 的更好。那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最暗的场景，祖传神助 Pro 非常的暗，两台主摄拍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那从这点上说呢，11 Ultra 可以说老当益壮。视频录制我们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就是厂商最想让你直接用的设置。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两边的水平都非常高啊，防抖表现非常的优秀，清晰度也非常的到位。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11 Ultra 的颜色更深一些，更重一些。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清晰度、防抖两边的表现都非常不错。现在是2倍焦段录像表现，2倍焦段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摄的。11 Ultra 那边的颜色实在是有点惨啊，12S Ultra 这边还是很正常、很漂亮的。现在是5倍焦段录像表现，两边都是5倍光学镜头拍摄的，清晰度、解析力两边差不多。颜色11 Ultra 那边稍微深一些，但是防抖明显没有12S Ultra 好。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在鬼影很相近啊，一看就是亲生的兄弟。那么在解析力、防抖方面呢，两边的表现也很接近。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防抖方面是 12S Ultra 更好，但是细节呈现两边都不怎么样。那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主摄的表现，在细节呈现和防抖方面，两边都很接近啊，就是颜色稍微有些不同啊。超广角在这个场景就都应付不了了。光源设计方面，手机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背部了。那从后摄区设计上说呢，11 Ultra 是方里透方，12S Ultra 是方里套方再套圆。那至于哪个更好看呢？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12S Ultra 啊，我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个。屏幕方面，有人说 12S Ultra 的屏幕没有11 Ultra 的好，这点我倒没感觉出来，我觉得他们的屏幕都很不错。前摄 12S Ultra 是居中的，这点我很喜欢，比11 Ultra 偏在一边的方案要好。机身厚度方面，我懒得查参数了，它俩都不是纤薄的手机，都是很厚重的。那后摄凸起高度呢？它们两个倒是差不多啊，都挺高的。手机的性能，也就是处理器的速度，那肯定是新出的 12S Ultra 更好啊，这个毋庸置疑啊。那不过它们具体的游戏啊、发热啊、跑分啊、续航这些都不是我们测试的重点，
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那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12S Ultra 和11 Ultra 对比完了，你还别说啊，在主摄的默认模式下，11 Ultra 的解析力确实比 12S Ultra 的高。难道这就是别人说的11 Ultra 比 12S Ultra 好的原因吗？可剩下的所有测试中，主摄的高清模式、超广角的默认和高清模式、长焦的默认和高清模式、直出宽容度的对比、夜景的对比，这些都是 12S Ultra 的表现更好。那如果从平均值上看啊，无疑是 12S Ultra 的影像能力更好。但可惜的是，主摄的默认模式可能就是多数人用的最多的拍摄模式吧。可偏偏这个环节 12S Ultra 却输了。难道是11 Ultra 电源老将慢慢优化的结果吗？话说回来啊，纵观整个这两台手机的对比，肯定是 12S Ultra 的整体表现更好。而且光学素质的对比中也能看出来，它所采用的镜组的质量更好，成本肯定也是它更高。录像的表现，刨去11 Ultra 2倍环节离谱的偏色外，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优秀。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给您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